真是的，出差时间太久，连门禁密码都输错了。小沈，你这房子装修了好久啊？是我爸妈去世前留给我的婚前财产，装修的很仔细的，我才刚住半个月。那你得好好看看了。难道门锁坏了？你找谁啊？我找谁？我好好的鞋怎么被挤成这个样子？顾强，你嫂子回来了。6双拖鞋。哎，你和顾晴的婚纱照就这么取代了我的全家福，堂而皇的挂在了我家的墙上。那咋了？这张桌布是我特地定制的，花了1000块。怪不得啊哥，贵的就是好看。哥，你看，真好玩。我让你玩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这是我家。嫂子，你回来了。你穿着我的真丝睡裙，拿我的主卧当婚房。嫂子，你说什么？脱下来。嫂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刚洗完澡，借你一件衣服穿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脱不脱？嫂子，你干嘛呀？别太小气了吧！哎，他们姑嫂俩就爱闹着玩，其实感情好着呢。念念回来了，少鹏还在这儿呢。别闹了，这不锅里还有汤，自己盛。谁改的密码？我改的。家里人多，原来密码太简单，不安全。谁让这些人住进来的？你小姑子结婚回门后住几天，少鹏爸妈还有他弟弟妹妹也一起过来热闹热闹。这是我的家。6双拖鞋，我家居然住了6个人进来。他们今天走。许念，你别这么小气。晴晴刚结婚，住嫂子家几天，传出去也是你有面子。是啊，嫂子，我最近不能折腾，医生说要注意休息。你怀孕了？可能有了。刚结婚这种事儿谁说得准？所以主卧朝南，给晴晴住最合适。你这几天睡书房或者去酒店也行。你公司不是经常加班吗？这是我婚前全款的房子。你和淮安结了婚，这房子就是顾家的，分这么清干什么？你一个嫂子还要跟小姑子抢床？嫂子，你这态度就没意思了。你婆家说这房子给我们先住，婚礼上也都讲好了，现在反悔，让我爸妈怎么看？谁讲好的？念念，你别闹，密码是我让妈改的。居然是他改的！你把人带进我家，动我东西，睡我床，还让我别闹。晴晴刚结婚，邵家人来城里就住几天，你非要这时候给我丢脸。再说我是家里的长子，回报家里是应该的。原来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顾淮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他们什么时候走？别太冷血了，咱们做儿女的要懂得最起码的感恩啊！还是说你看不起我妈他们是农村人？算了，你今晚先去酒店吧，酒店钱从家里出。听见了吧？淮安也同意了，你别把场面弄难看。我真懒得跟你们废话。喂，110吗？
许念，你敢报警？你们敢进，我就敢报。谁报的警？我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儿媳妇，跟我儿子闹了点小矛盾，家务事儿。他们非法侵入我的住宅。你说什么胡话？什么非法侵入？我是你婆婆。这是我的房子，婚前全款购买。这些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擅自更换门锁密码，占用我的主卧、次卧、书房，损毁我的个人物品。我要求他们立即离开。这上面是你一个人的名字？是。警察同志，你别听他一面之词。她嫁进我们顾家，这房子就是顾家的。她是我儿媳妇，她的东西哪样不是我儿子的？我儿子的东西哪样不是我们老顾家的？我的房子跟你姓顾的没有1分钱关系。警察同志，我是顾家女婿，我们家刚办完喜事儿，亲戚来住几天，都是自己人。嫂子，你别这样，一家人闹到报警，传出去多难看。我们又不是外人。你是谁家人？我不认识你。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哥娶了你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哥这么有出息，拉帮我们一下，一家人住几天怎么了？对，你嫁进顾家，生是顾家的人，死是顾家的鬼。这房子本来就该写我儿子名字。你现在拿个房产证出来，是想骑到你老婆婆我的头上吗？请你退后。许念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让警察把我赶出去，明天全小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货色，把自己婆婆往外赶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住进来的时候，问过我要脸吗？嫂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刚结婚，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？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难看？你睡我的床，穿我的衣服，你给自己留面子。够了！警察同志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女人伶牙俐齿，在家里就是这么欺负我们老人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是我们顾家的，我有证据。本人许念自愿将名下城东花园23幢1802室提供给顾晴、邵鹏婚后临时居住，借住期3年，期间房主不得无故驱赶，不得私自更换门锁。我没有签过这个协议。这协议签署时间是顾晴婚礼前1天。我那天从早上6点跟妆到晚上11点送客，连水都没喝几口，哪来的时间签这种东西？警察同志，你们听听，白纸黑字他自己签的，现在翻脸不认人，非要把我们赶出去。同志，我们乡下人老实，亲家说这房子给小两口住，我们才安心把儿子婚事办了。结果嫂子一回来就要赶人，这让我们6口人睡大街吗？6口人，你说的理直气壮。我家欠你们6张床。都冷静，这份签名沈女士不认可，可以申请笔迹鉴定。现在这个情况涉及亲属纠纷，建议你们先协商。房主身份我们会登记在案。如果你认为有人伪造签名，可以到派出所正式报案。我明白。念念，做人要有良心，我们顾家又没亏待过你。你爸妈走得早，嫁进顾家以后，我把你当亲闺女疼。现在晴晴就住几天，你就报警，传出去外人都看笑话。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。嫂子，嫂子你别拍了，这都是我的东西。现在要脸了，晚了。你偷我的耳环，用我的香水，这些先不计较。我妈留给我的珍珠项链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别什么都赖我。不知道是吧？好。这里面放着我爸最后一次生日，妈妈送他的表。他出车祸那天，表
表停在下午4点27分，我一直没舍得修。所有人听清楚，从现在开始，屋里少一件东西，坏一样东西，我都会算。哼，你吓唬谁呢？我全都录下来了，损失我会仔细清理。你要算，你跟淮安去算啊！你看他会不会出钱赔你？你拿我们拖鞋干嘛？证据。你他妈！小雪，你婆婆这几天跟楼里人说，你把房子送给小姑子当陪嫁了，还说你马上搬去你老公单位宿舍。前天还问我，你这房子要是过户，物业费怎么转？原来戏早就排好了，从改密码到签协议，他们不是来住几天的，他们是来霸占我的房子的。家里装了宠物摄像头，谁背着我，模仿我的笔迹签了协议，一看就知道。淮安，密码多少？是许念的生日，改掉，换成你妹妹的结婚纪念日。这房子以后是你妹妹住的，用外人密码不吉利。这倒也是。这房子真不错，比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大多了。你嫂子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放心住，她那个人耳根软，我哄哄她，闹2天就过去了。我睡哪间？主卧给你哥和你嫂子，你跟你弟睡书房，那屋有折叠床。书房那么小，我要住次卧。次卧给你爸妈。你这孩子别挑，住几天就习惯了。妈，他衣服真多，这些我都能穿。穿呗，你嫂子的就是你哥的，你哥的就是我们老顾家的，分那么清干什么？他真的不会回来闹吧？哼，闹什么？他一个没爹没娘的人，连个撑腰的娘家都没有，结婚这么久，连个咱们顾家的孩子都生不下来。顾家的事儿，轮得到他做主？哥，嫂子不会生气吧？没事儿，妈说的对，她又没给我生个孩子出来，一个人住这么大挺浪费的。就是，再说了，这房子地段好，离晴晴单位近，以后孩子生下来学区也好。念念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她又没孩子，这房子她住也是浪费。妈，这条好看，我戴着正合适。好看就戴着，有你哥给咱撑腰呢，怕什么？秦律师，证据拿到了吗？是，视频备份我马上发你。OK， 那明天是顾晴的回门宴，你去吗？去，我不去怎么热闹？念念来了啊，快给亲家敬杯茶。昨天那点小误会，今天当着大家面说开。哦，是小误会啊。晴晴刚嫁人，你当嫂子的要大度。亲家嫂子，房子这事儿我们也听明白了。你现在年轻，住哪里都方便。小两口刚结婚，需要稳定。你把房先让出来，往后都是一家人。你们听明白了什么？你婆婆说了，城东那套房本来就是顾家给儿子的婚房，你嫁进来住了几年，现在小姑子结婚，拿出来周转一下也合理。罗凤莲，你还说了什么？你直呼长辈名字，教养呢？
你跟邵家收了多少钱？什么叫收钱？我们给的是婚房保证金38万。亲家说房子先给孩子住3年，后面再商量过户。38万，怪不得协议写3年，怪不得你们拖家带口住进去，这不是借住，你把我的房子卖了半截啊！什么意思啊？这房子你做不了主，你这不是骗我们钱吗？亲家，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？家里的钱和家里的房子都要家里安排。第一份房产证复验件，确立人许念。第二份购房付款凭证，付款日期在我和顾怀安领证前2年。第三份我父母遗产分割公证书，这套房用的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钱，跟顾家没有1分钱关系。亲家母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先听我说完，你们再慢慢掰扯。第4份所谓的借住协议，这份签名我没签过。今天上午我已经去派出所报案，申请笔迹鉴定。亲家母，这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他同意了吗？他撒谎，他就是后悔了。协议是他自己签的，现在翻脸不认账。你们给罗凤莲38万买我房子的居住权，他无权收。你们想要钱找他，你们住进我家毁坏我财物，我会另算。罗凤莲，你耍我们？我没有。房子是我儿子的，她一个女人嫁进来，没给我们怀安生个一儿半女，房子当然也算顾家的。原来是因为孩子，我们一家人忍你忍得很辛苦了。去年好不容易忍到你怀了孕，结果你没用，废物，连孩子都保不住。我看你就是受不了。别放屁了，孩子跟你们霸占我房子是两码事儿。罗凤莲，你说房子是你儿子的婚房，过户就是走个手续，现在人家揪着房子不放，我儿子以后住什么地方？亲家，你听我说，房子是我儿子的，就是顾家的。许念嫁进顾家，他的东西就是顾家的东西。既然房子给不了，那钱你先还回来，38万，你还我的38万。房子是我的，肯定是给不了的，邵家婶子。钱的事儿你问他没用，他要是拿得出来，还用得着改我家密码吗？钱呢？你把钱都哪去了？钱是你们给晴晴和小鹏的安家费，给了就是给了，哪有退的道理？不退。你骗了我们38万，还敢说不退？不退，老子今天让你出不了这个门！少鹏，你也不是好东西。我已经嫁给你了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们顾家就是这么骗一家人的？拿别人的房子骗我们38万，这叫一家人？妈，你赶紧把钱退给他们，你不退，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退？我拿什么退？钱都给你置办嫁妆了，你脖子上的金项链，衣柜里那些新衣服，哪样不是那笔钱买的？什么叫给我置办嫁妆？他用房子骗你们邵家的钱，再用这钱给顾晴置办嫁妆，里里外外1分钱不出，光等着拿你们邵家的彩礼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钱吐出来，你们谁都别想走。我就是没钱，钱都花了，你们能把我怎么样？没钱是吧？那我先打你一顿，再把你送进去吃牢饭。38万够你做好几年。少鹏，你放开他！你闭嘴！再说连你一起揍！别跟他扯！今天罗凤莲不退钱，我们就报警。这出狗咬狗的戏，比我预想的还精彩。报吧，正好，我的律师已经在路上。诈骗38万，伪造签名，非法侵占，你们两边一个骗一个抢，谁也跑不掉。罗凤莲在吗？关于许念女士报案称有人伪造签名，非法占用住宅，涉嫌诈骗38万元一事，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嫂子，你疯了！今天是我回门宴，你叫警察来抓我妈！你这个贱人！6双拖鞋我给你送来了，接下来6个人，一个都别想再踩进我家，谁再踩，我送谁进去。够了，老太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许念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，我
我儿子知道了，也不会要你这种女人的。谁甩谁还不一定呢。回什么门？这亲不结了！你们顾家从上到下全是骗子！你妈被抓了，钱呢？38万什么时候还？妈，你问他没用，我娶的是带了房子的顾晴，不是骗了我38万的顾晴。少鹏，我已经嫁给你了，婚礼办了，证也领了，你说过不管怎样都会对我好的。房产证上写的是你嫂子的名字，3年以后人家收房子，我跟你睡大街。我们可以去求嫂子，她不会那么绝情。嫂子，嫂子，免开尊口。少鹏，我是你老婆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妈拿假协议骗了我家38万，你告诉我，你从头到脚哪一样是真的？镯子摘下来，这是我妈给我的陪嫁，是我的东西。这是我亲妈留给我的，摘下来。嫂子，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？我哥不在你就这么欺负我，要是让我哥知道，干嘛呀？别碰我！你以为顾怀安就跑得了吗？你慢慢哭，还有各位慢用。这也太埋汰了！没事，我来帮你清点损失。父母早亡，以前我觉得嫁给顾怀安就有了一个家，从认识到结婚，怀安都对我特别好。婆婆偶尔从农村来照顾我们，对我百依百顺，直到我流产，顾怀安开始经常不回家。罗凤莲也带着顾晴住了进来。你又生不出孩子，吃那么好干什么？晴晴备孕呢，得补。嫂子，你衣柜我整理了一下，那几件过时了，我帮你扔了。这件羊绒的不错，我拿走了啊，反正你加班也穿不着。这些我都忍了。我爸妈走得早，我害怕再失去一个家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他们都是装的，生了孩子就套牢了我。我流产后，他们以为我生不了就装不下去了，他们把我当一块肉，谁都想咬一口。新锁已经装好了，指纹全部清空了，也按你的要求密码重设过，门内加了防盗帘。小旭，你放心，以后他们再来，我不给他们开单元门。王姐，谢谢你。这几天你婆婆在楼下到处发喜糖，说你自愿把房让出来给小姑子结婚，还说你爸妈没了，顾家收留你，你该感恩，千万留个心眼儿啊。好，我都知道了。现在重要财物的损失是丢了一条我妈留下的珍珠项链，一对海蓝宝耳钉，还有首饰盒里少了2只金镯，还有一只我爸的旧手表。他出车祸那天，表停在下午4点27分。微单相机上周还在抽屉里，还有现金6万8，放在衣柜保险柜，现在也丢失了。保险柜密码只有我和顾怀安知道。以上这些，我明天去派出所补充报案，房产证明明天一早去补办。明天开始，别跟他们私下见面，所有通话录音，所有短信截图。许念，你非要把事做绝？有什么话你直说。我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派出所折腾。你先撤案，房子的事儿我们回家慢慢说。我家已经换锁了。你真以为换把锁这房子就全归你了？你别忘了，你嫁给我3年，房子涨了多少钱？婚后我也往家里花过钱，真闹离婚我也能分。顾怀安，你终于说到重点了。哥，你可是全家的希望，我跟妈都指望着你了。没事儿，我说几句话他就被哄好了。念念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晴晴是我亲妹妹，她从小没吃过苦，嫁过去不能被人看轻。我妈收那38万也是想给她撑腰。你们没本事就拿我的房子给她撑腰。你非要这样讲吗？我们是夫妻，你的也是我的。再说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我还住着呢。这么大房子真的很浪费。这话真熟，你妈说过，你妹妹也说过，现在你也说。顾怀安，我问你，协议上的签名你写的？我妈文化低，写不来你的字儿。那天情况急，我就帮你签了。家里人借住，走个形式。
你揪着这个不放有意思。套话，套顾海安的话。那房产证呢？我帮你收着。我爸的手表呢？可能我妈拿回老家保管了，你别什么都往坏处想。那我妈的珍珠项链？哎呀，晴晴结婚戴一下，为了婚礼体面。还有那6万8的现金去哪儿了？我妈说你花钱没计划，先帮你存着。顾怀安，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这房子的？许念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。你爸妈都没了，孩子也生不出来，房子能留给谁？你就是个不完整的女人，以后还不是跟我们顾家过？为什么孩子会流产？你知道吗？那也是你的问题。那次流产后，你的肚子一点动静没有。何止是没动静，连个蛋都不会下，还占着城东那么好的房子。我早说了，这种女人不能娶。顾晴，你小点声。我凭什么小声？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结婚3年，孩子生不出，家务做不好，现在还报警把妈抓了。哥，你娶的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能怀上就说明我没问题。你一直不敢去查男科，你心里没鬼吗？医生说流产大部分是因为精子质量太差。怀安，我陪你去检查一下好不好？医生说什么你就信啊？我今天没时间，公司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其实是你的精子太差了，并不能生。别胡说，我压根都没检查过，孩子在你肚子里流掉的，肯定是你的问题。哥，你跟他离婚算了，房子分一半，存款分一半，他还得赔你青春损失费。你跟他耗了3年，耽误多少好姑娘？我哥是男人，30出头正吃香。你呢？离了婚，30多岁的女人生不了孩子，还没娘家可回。你拿什么跟我哥争？我劝你见好就收，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捞不着。许念，听到了吧？你要是继续告我妈，继续闹，那就离。房子一人一半，存款一人一半，你还要赔我青春损失？我顾怀安不是没人要。好啊，那我们就离婚。许念，你想清楚，离了我谁还要你？你30了，没父母没孩子，脾气还硬。顾怀安，刚才你承认了，伪造签名是你，拿走房产证是你，转移我首饰和现金也是你，我已经录音了。许念，你算计我！这是你们教我的。有这一份录音作为证据，我们在法庭上会占据更多的优势。念念，最近的事情大姨听说了，回家住吧，大姨还在。这3年，我把一群狼当家人，还怕自己不够温顺。瘦了，我就知道你瘦了。上次视频我就跟你姨父说，念念脸上都没肉了。大姨，大姨在呢，大姨一直都在。念念，以后这儿就是你家，你想吃什么，大姨给你做。怎么起这么早？快去再睡会儿，粥好了我叫你。给你握了2个鸡蛋，你正长身体呢。医生，我孩子烧到40度了，你快给看看。不怕，大姨在，退烧就不难受了，睡吧。念念，以后有人陪你了，有人疼你了，大姨就放心了。喝完再说事儿。有些事儿，我和你姨父瞒了你3年，怕影响你们夫妻感情。现在看来，瞒错了。装修补贴，罗凤莲来家里说顾家要出装修钱，但老家拆迁款没下来，问我们能不能先垫。他说怕你知道了有压力，让我们千万别告诉你。怪不得，结婚后他天天把这房子装修都是我们顾家贴的挂在嘴上，说做人要知足，说媳妇儿要知道感恩。他拿我的钱装修我的房子，再让我欠他一份人情，里外里他1分没出，我倒欠了他3年。顾怀安跟你们借钱，领证后半年，他单独来找我，说单位有内部投资名额，稳赚，想给你们小家攒点钱，还说怕你担心，不让我跟你讲。后来我催过几次，他说项目没结算，一拖就是2年多。我们一直没敢问你，怕你觉得娘家人不信任你丈夫，也怕为这事儿伤了你们夫妻感情。60万加20万，再加上把我房子抵卖给邵家的38万，一共118万。这3年，他们一家从我身上吸了这么多血，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年年，对不起，我们那时候看他嘴甜，对你也体贴，以为你遇到好人了。大姨，都怪我，是我眼瞎。别这么说自己，坏的是他们，是他们太会装。
你爸妈走得早，你从小就不会跟人争。要不是这次闹成这样，你是不是打算忍一辈子？你妈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帮我照顾念念，我答应了她。结果我把你嫁出去了，还以为你过她好。大姨，我已经请了律师，失去的一切我都会追回来。你们好，我是许念的律师，我姓秦。哦，秦律师，请坐。秦律师，这是新的证据。现在分3条线走：第一，房屋侵占和伪造签名，刑事报案；第二，财物失窃，补充证据，要求返还和赔偿；第三，离婚诉讼，确认房产个人财产，追回被转移的宫内共同财产。顾怀安说他能分房子，房子是你婚前全款取得，父母遗产来源清楚，登记在你个人名下，他分不了。装修呢？他家里一直说装修是他们出的。顾家所谓装修出资，来源也能拆穿。拿你大姨的钱装修你的房子，还敢说成是他们的出资？这笔钱如果用于他的个人投资或转给顾家，属于他个人债务，查流水。若有证据证明进入他们家账户，另案起诉。我还查到了顾怀爱的银行卡流水。这是目前掌握的全部证据。 3500，顾怀安婚后的工资每月都会转给罗凤莲，一共转了26万。从结婚开始，他们就在算计我。好啊，那就一笔一笔的算。顾家这件事儿比你想的还早。这是邵家那边退回来的婚礼素材，你先看。哥哥嫂嫂送我的新婚小家。这哥哥嫂子真大方，这么豪华的房子说送就送。这小两口真是有福气啊！这个当哥哥的也是大气，有出息。那些照片是我去年发朋友圈的，他们截图裁掉了我的配文，拿去婚礼上做了素材。还没完，我们继续看。各位亲家，各位亲戚朋友，今天是我女儿晴晴大喜的日子，我代表顾家，谢谢大家来捧场。我们顾家疼女儿，晴晴嫁过去，娘家得有底气。我跟他哥哥商量了，城东那套大房子140平，朝南，阳光好的不得了，先给小两口住着，以后他们日子过好了，我们当老人的再添一把火，帮他们把首付凑上。有人问我说：“你们家怎么这么大方？”我说：“这不是大方，这是我们顾家的规矩。媳妇儿嫁进来就是自家人，媳妇儿的东西就是顾家的东西。”我儿媳妇许念今天没来现场，但她托我把话带到。这套房是她主动提出来送给妹妹妹夫的。她说她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浪费，妹妹刚结婚正需要。这群王八蛋！你丈夫顾怀安半年前就联系过中介。顾先生，您之前咨询的那套城东花园的房源，我们这边评估过了，140平，这个地段和户型挂个480万没问题。不过我得确认一下房主本人能不能到场，过户必须本人签字。我老婆好说话，你先收定金，后面我来处理。行，那我先挂上。对了，房本现在在谁手上？我能拿到，你放心挂。半年前，那时候我在商场给顾晴挑结婚礼物。我给他买了个2万多的金手镯，就这个。他抱着我哥哥说：“嫂子你真好。”嫂子你真好。他抱着我说：“嫂子你真好”的时候，他哥已经在找中介准备卖我的房了。我费了点力气拿到这段录音，你听听。不行，你嫂子到底会不会闹？我跟我爸妈说了，房子是咱们的，别到时候她回来一闹，我家里下不来台。她闹什么？她没爹没妈，连个撑腰的娘家都没有。我哥哄2句就行了，就是欺负她了，她能怎么办？那房本呢？房本能改成你的名字最好，这样我妈那边有个交代。我哥说房本他能拿到，但过户得本人签，这个急不来。我妈的意思是先住进去，住久了就成咱们的了。想想左邻右舍都以为这是秦少鹏的婚房，他回来闹，他好意思吗？那他要是不走呢？所以让你爸妈和弟弟妹妹一起搬进去，人一多，他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我看他能撑几天。咱敖不自然就去他公司租房子了，到时候这房子可不就是咱们的了？他们早就计划好了，用6个人的重量压垮我一个人。还有，我查到了你母亲留下来的珍珠项链，在哪儿？顾晴拿去变卖了3万2千块钱。这个证据很关键，能追回来吗？如果还没被转卖，可以。嫂子，你把我害惨了，
少健在逼我们还钱，少鹏他妈天天堵门口骂，说我们家骗婚，我都快过不下去了。我爸的手表在哪？什么手表？别装了，典当行监控有你。我只是拿去周转一下。嫂子，你那么多东西借我应急怎么了？少鹏那边天天逼着要钱，他妈堵在门口骂你，让我怎么办？我也没办法啊。珍珠项链呢？也在那儿，你去赎回来不就行了？又不是丢了，你至于打电话来兴师问罪吗？顾晴，那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你妈，你天天拿死人压我吧。你妈没了关我什么事儿？又不是我害死的，我活着就不用过日子吗？你有房有钱，分我一点会死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？少家要退婚，我妈被派出所传唤，我哥天天被人戳脊梁骨，全都是你害的！别在这里发癫。嫂子，我真可能怀孕了。你要是继续逼我，我孩子有个3长2短，你担得起吗？那你去医院查过吗？我月经晚了，肯定是怀上了。顾晴，拿怀孕当挡箭牌，很像。许念你！这段录音很好的充实了证据链。我这就去赎回爸妈留给我的东西。如果我爸妈还在，顾家敢这么欺负我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也可以。许念，你进来一下。这封信今天一早上发到了公司对外邮箱，抄通了人力部和品牌部，你先看看。这老太太拘留了没几天，刚放出来就迫不及待的作妖了。许念，公司不干涉私事，但今天一早有人把这封信发到了本地生活号上，还艾特了公司官号，品牌部那边已经在问情况了。我儿媳妇她爸妈走得早，我们顾家可怜她，把她当亲闺女娶进门，1分钱彩礼没要她的。婚房是我们顾家出钱装修的，我儿子月工资交给她管，没给我们生点1儿半女，她不能生啊。小姑子刚结婚想借住几天，她不肯，我们自己去住，她就报警。回门宴上几百号亲戚看着警察把我从包厢里架出去。你们看，这是她自己签的借住协议。白纸黑字，按了手印的。现在他翻脸不认。我怀着孩子在嫂子家住了1晚，他就把我们的拖鞋扔到回门宴上羞辱我。我怀着孩子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嫂子，你也是女人，你将来也会有孩子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今天爆料的这个女人也太狠了。经理，这件事涉及伪造签名、侵占财物和网络诽谤，我已经委托律师处理，今天下午就会发出律师函。公司如果收到骚扰电话或邮件，全部转给我，我来处理。好，需要公司配合出什么证明，你随时说。我个人说一句，你在这儿干了4年，什么人品我们都清楚，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念念姐，那个博主我刚才看了，他专门见我投稿，越狗血流量越大，你别跟他硬刚，越刚他越兴奋。我不跟他刚，我已经发了律师函，告了顾家和这个博主，到时候直接法庭上见。念念姐，这个博主开直播了。家人们，上午那条视频炸了，当事人婆婆现在就在线上，咱们听听她怎么说。罗阿姨，您把您儿媳妇怎么对您的，当着直播间5万家人的面再说一遍。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狠的儿媳妇，她连6双拖鞋都容不下，还能容得下我们顾家吗？这位阿姨也是惨啊，顾家更是饱受这个恶毒女人的欺压，太惨了！家人们，给咱们的罗阿姨刷刷礼物好吗？我不会被刺激到跟他们对骂的，距离开庭没多久了，他们比我着急。小雪，你婆婆又来了，还带着你小姑子在小区门口拉了横幅。各位邻居，你们给评评理！她一个女人占着140平的房子，把我怀孕的闺女赶到大街上，我们顾家娶她进门，供她吃，供她住，她1儿半女生不出来，不说对不起我们，还报警抓我，你们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老太太喊了1晚了，横幅上写恶习，这得多大仇！大家看看，就是她，许念。大家既然都在，那我就说明白，没孩子是你儿子不行，换了别人也一样生不出来。胡说！怎么可能？我儿子一表人才，顶天立地。嫂子，你就算生不出孩子来，也不能害我孩子。我怀着孕被你赶出来，连个做产检的钱都没有。少家天天堵门要退彩礼，我要是流产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吗？你怀孕证明呢？我凭什么给你看？
你不配当我嫂子。行，不给我看，你总给警察看吧。你还敢报警？你报警抓了我一次还不够看？这女人又要报警抓她婆婆了。我在城东花园小区门口，有人拉横幅公开辱骂诽谤，聚众扰乱小区正常通行，我有全程录像，请出警。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吵，又直接报警了？没那个意义，省得又被你扣上辱骂老人的帽子。这婆婆上来就抢人手机，谁欺负谁呀？那个小姑子说怀孕，B 超单倒是拿出来啊。谁报的警？是我。警察同志，他霸占我家房子。老太太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上次拘留刚放出来没多久啊，一把老骨头这么能折腾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要去投诉你，我去举报你，我要上访。老太太，你别逮谁攻击谁啊！袭警是重罪。这是我的房产证，这是伪造我签名的报案回数。我知道，上次你们纠纷就是我处理的，跳过这些证据吧。你告他们了吗？告了，马上开庭。横幅是你们挂的？是我们挂的。他抢我儿子房子，我挂个横幅怎么了？别吵！你这老太不属大喇叭的，你们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诽谤他人。现在把横幅收起来，跟我们回派出所做笔录。你们别碰我！老拿铐子铐个6旬老太，这算什么事儿？你也跟着走一趟。我怀孕了，我是孕妇。那行，我送你去医院检查，费用我先垫着，顺带确认孕期。不用，原来没怀呀，这都能装。别拦着我了，那法院传票都到了，许念是一定要拿回那房子，咱们赢不了的。当务之急是把给顾家的38万拿回来。那房子多好啊，又是学区房，占了那房，咱们少奋斗多少年啊！你想的太美了，还想要房子呢？许念这么一告，顾家搞不好要坐牢的。你要把儿子的后半辈子搭进去吗？得亏我留了个心眼儿，保留了证据，能证明咱们家不知道房子是许念的。咱们得跟顾家划清界限，女人遍地都是，不缺他顾情一个。许念打过来了，咱们得先跑。你俩咋在这儿？你妈又闹什么要我儿子被拘留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来这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家给罗凤莲的转账记录，38万分3笔。什么意思？你们邵家现在来落井下石？第1笔10万，备注婚房保证金；第2笔10万，备注情形婚房押金；第3笔18万，备注房屋3年使用费。每一笔都有银行电子回台，收看人全是罗凤莲本人账户。什么保证金？那是你们家自愿给的安家费，是给小两口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安家费，城东房肯定给你们住。我儿子说了，许念没娘家人，好拿捏。他要闹，我来压。140平朝南大3房，等晴晴住稳了，房本的事儿再慢慢办。这录音是伪造的，我没说过，你们邵家合起伙来坑我。是不是伪造？我们会鉴定。邵鹏，你还有材料要提交。我有和顾晴的聊天记录。从婚礼前半个月开始，他一直在给我出主意怎么应付嫂子。我要跟你们顾家划清界限，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他们母女俩策划的，我就是个被利用的。邵鹏，你说什么？你被利用？你那天晚上怎么说的？人多他不敢赶，那是谁说的？婚礼前他就跟我说，嫂子没爹没妈，性格软，闹2天就过去了，让我把我爸妈弟弟妹妹都带过来，住进去就站住。6双拖鞋是他让我买的，说1人1双，进门就当自己家。你胡说，是我妈买的，公，你帮着外人整我。我整你？你们顾家拿假房子骗婚，骗了我家38万，我们家差点被你们家给毁了，谁整谁？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要把这件事说清楚。我们邵家也是被骗的，给罗凤莲的钱每一笔都有转账记录。邵鹏，你太没良心了！我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在派出所里跟我撇清关系。你怀了吗？怀的是我的吗？我带你去医院检查。别这样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怀了你的孩子。那你为什么不敢去？你连怀孕都敢装，我就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满嘴谎话。
我是月经晚了，我以为……你以为什么？你拿假肚子在直播间里哭，拿假肚子让你嫂子别赶你走，你还有什么是真的？你从头到脚有一句实话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少鹏，我就是怕你退婚，我怕你妈瞧不起我。我妈说只要住进去了就不会被赶走，是她说先住进去再慢慢说。妈，你说啊，都是你出的主意，是你说她好拿捏，是你说怀孕的多，是在你说话啊！你疯了！你自己装怀孕关我什么事？这都能赖到我身上？从此现在还要告白？好了，都别吵了，马上开庭。邵家提供的这些资料我们会帮忙递交的。肯定有办法。淮安，还有淮安。离婚诉讼已经立案，顾黄安那边也请了律师，今天上午提交了答辩状。他主张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要求分割婚姻期间的增值部分。他还真敢！他还主张你恶意转移共同财产。我转动了什么？他说你婚内把家里的现金和首饰藏起来，制造失窃假象，诬陷他母亲和妹妹。人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。他急了。许念，你把我妈害进派出所，把我妹逼到网上被人骂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你再不撤诉，我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。你们公司品牌部我认识。念念，我们不吵了好不好？我们毕竟夫妻一场。这3年，我承认我对你不够好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。我妈和青青糊涂，我替他们道歉。房子还是你的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想我撤诉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念念，怎么哭了？许念，别怕，他们能拿走你的东西，能弄脏你的房间，能造你的谣，可他们拿不走房产证上的名字，拿不走监控里的画面，更拿不走你重新站起来的力气。你爸妈要是知道养出你这种把婆婆送进派出所的女儿，棺材板都压不住吧？别急，一件一件来。许念女士，涉案物品今天上午全部移交完毕，这3件是最后一批，请你核对签收。这只镯子是顾晴在回门宴上摘下来的，当天被我们登记暂扣。鉴定报告确认，内圈刻痕与你在报案手料中描述的位置完全吻合。这些是你当时从典当行追回的，当时登记人就是顾晴本人，经查证，柜台监控完整，没有争议。你报案时主张的其余失窃贵重物品，审判结果出来后会归还你。镯子你拿回去了，项链你拿回去了，那块破表你也戴上了，你毁掉了我的一切，现在你满意了？你还想从我身上拿走什么？你说，你一次都拿走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你不要对别人的东西有那么强的占有欲。许念，你少在这儿装好人，这些东西是我们拿的，我们认。可你毁了我闺女的名声，毁了我儿子的婚姻，你拿什么赔？罗女士，你说的是另案，诽谤和网络暴力我们会另案起诉。今天开庭审的是伪造签名和侵占财物，建议你先把这2件事分清楚。进去吧，法庭上手。现在开庭，先由被告方陈述。审判长，我方主张原被告夫妻感情尚未破裂，仍有和好可能。婚姻3年，原告许念与被告顾环共同居住矛盾，此次争执纯属家庭内部对房屋使用权的意见分歧，不应上升为离婚诉讼。退一步讲，即使法庭认定感情破裂，案涉房屋虽登记在原告名下，
但婚后由双方共同居住使用长达3年。被告顾怀安长期将工资收入用于家庭共同开支，对房屋的维护和增值有实际贡献。依据相关司法解释，我方主张对婚后增值部分依法分割补偿。此外，案涉房屋装修款项由被告顾告怀安母亲罗玉莲出资，这是全部票据，瓷砖2万8，灯具1万4，窗帘9000，定制家具6万3，加上施工费和辅料，总计20万元整。我们有完整装修票据和支付证据。现在原告单方面更换门锁，将被告亲属拒之门外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审判长，我们农村人攒点钱不容易，这20万是我和他爸一辈子的血汗钱，全贴给他房子了。我那时候想，媳妇儿嫁进来就是自家人，写他名字就写他名字，装修我们出，反正都是一家人住。谁知道他现在翻脸不认人，连门都不让我进。审判长，原告方举证，先看房屋权主。购房合同签订于原告与被告登记结婚前2年，购房款分3笔支付，全部从原告个人大户转出，资金来源为原告父母事故赔偿款及遗产继承款，产权登记为原告一人所有。这套房从购买到登记与被告顾怀安没有任何法律关系。被告方声称对房屋增值有贡献，但刚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，被告顾怀安婚后3工资收入总计43万，其中26万4千元转账给了其母亲罗凤萍，备注为妈保管，情形家庭共开支，而是按月转移至调查里等。他主张并为房屋增值有贡献，但事实上，婚后家庭主要开支由原告独自承担。接下来看装修款，装修合同签约时间是3年前，签约人只有原告一人。所有装修款项从原告个人账户支付，资金来源同样是原告父母留下的赔偿款。但有一笔20万元，路径比较特殊。这是原告大姨唐婉女士的转账记录，20万，收款人罗绿莲，备注许念婚房装修补贴。这20万进入被告母亲账户后，分3笔转给了装修公司，转账备注写得清清楚楚，替念念付装修款。也就是说，被告母亲所谓顾家出资，实际上是原告亲属转账后由被告母亲代为支付，钱是原告大姨出的，不是顾家出的。被告母亲罗凤莲拿着原告大姨转给她的20万付了装修款，然后对外说是顾家出的钱。原告大姨出于信任把钱转给她，她把这份信任变成了自己出资的证据。相关款项来源清楚，顾家无实际出资。我方还有其他证据提交。放心住，他那个人耳根软，闹2天就过去了。我妈文化低，写不来你的字。那天情况急，我就帮你签了。房产证我收着，你爸的手表可能我妈拿回老家保管了。晴晴结婚戴一下，婚礼体面。妈说你花钱没计划，先帮你存着。那是他套我的话，他故意打电话来问，诱导我说那些话。夫妻之间说气话也能当真？被告注意庭审纪律，坐下。典当行记录，被告顾晴于婚礼次日将原装父母的遗物珍珠项链及旧手表以3万2万元价格卖给典当行，柜台监控完整，登记人顾晴本人签名。不是我做的。物业门铃视频证明，被告顾怀安持原告备用钥匙，于婚礼当晚带6人进入原告房屋，当场更换门锁密码，以及邵家提供的相关证据。最后一份，被告顾怀安婚后3年向母亲罗凤莲和妹妹顾晴的银行转账流水，总额26万4千元，其中多笔转账发生时间与被告工资到账时间完全重合，用途与家庭共同生活无关，原告对此不知情，也未同意。我方请求法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，认定被告存在隐藏、转移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，并依法少分或不分。许念，你至于吗？我就帮我妹一下，给自己家里人花点钱，怎么了？你把我妈送进派出所，把我妹的名声毁了，现在还要把我往死里逼。顾怀安，你们带6个人进我家的时候，有想过给我留一条路吗？现作出判决如下：准许离婚。城东花园1802室归原告个人所有，被告无权分割。被告按要求返还并赔偿侵占损坏财物共计18万7300元及贵重财物。婚内擅自转移的13万2千元认定为非正常支出，需如数补偿于原告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许念怎么敢？他没爸没妈了，没地方去，只能求我给他一个家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念念，我错了，我全都错了。
我不该改密码，不该让他们住进去，不该帮他签那份协议。这3年你对我好，我都知道。判决我认，钱我赔，房子我1分不要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。顾淮安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后悔没把我利用干净，想再来一次，再一次把我吃干抹净。不是。从你改我家门锁那天起，我们就完了。但我们的案子还没打完，你和你妈伪造我的签名，犯了诈骗罪，我会告到你们坐牢为止。被告人罗凤莲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房屋处分权，骗取邵家人民币38万元，伪造借住协议，数额巨大，已构成诈骗罪。非法侵入他人住宅，数罪并罚。不对，我没有骗，房子是我儿子，我没有罪。我就是想让晴晴有个好地方住，我当妈的给闺女张罗个住的地方，怎么就成了诈骗了？法官，晴晴不是骗子，我就是想给闺女撑腰。晴晴，你跟法官说，你说话呀！那房子你是不是住了？你是不是住了？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。白眼狼，我养了你这个没出息的窝囊废，是你害你亲妈坐牢的，都是你！你等我出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被告顾淮安提供钥匙、伪造签名、转移房产证原件，参与收款后资金分配，其共同犯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。3年8个月，年年，你看着我被判3年8个月，你满意了？我满意的很。顾晴明知房屋无权处置，仍配合入住，捡当他人物品，数额较大，认罪退赔。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，缓刑2年。幻想，我没事，不要进去，我不要进去。38万，1分不能少，外加彩礼16万8，婚庆酒席8万4，改口费2万，路费、住宿费全部加起来68万，你们顾家还不起就卖房子。68万，你干脆去抢！改口费是你妈塞给我的，说怀孕了多给点，现在跟我要回去，那你怎么不把你们家睡我嫂子房子的住宿费也算上？你还有脸提怀孕？不要脸的，结果你都是装的！我假孕妇，你儿子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们一家6口把人家房子当免费酒店，现在全推到我头上。你说的那些事儿，哪件是有人拿枪逼着你们母女干的？你妈拿假协议骗我爸妈38万，我没报警抓她已经够念夫妻情分了。房子的事情你们早就知道，你们一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落井下石，倒打一耙。现在看我哥我妈进去了，我没靠山，就开始欺负我了。哎，这可是你们顾家从上到下合起伙来骗人，跟我们家没关系。你信不信我告诉许念，让他爱把也把你们一家告了，他手上绝对有证据，到时候把你们一家人都送进去。还有你儿子娶我的时候说城东那套房以后就是你们的，你端着酒杯给我妈敬酒，说亲家安排的好，房子是别人的，你们全家都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邵家也不是好东西，你们比我还贪。你这个小贱人！咱们法院见。你们告我妈要回38万，我反诉你们侵扰住宅，谁也别想干净。原来你当时不起诉邵家，是因为这个？是啊，狗咬狗，多好看，就不用脏了我的手了。今日上午，市公安局就城东花园房屋侵占案发布通报，
犯罪嫌疑人罗某某、顾某某等人因涉嫌伪造证据、诈骗和非法侵入住宅，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针对案发后部分网络账号恶意传播不实信息、煽动网暴的行为，警方已对3名责任人依法予以行政处罚，并赔偿受害人10万余元。任何捏造事实、侮辱诽谤他人的行为，都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念念，你坐着，我去开。堂姐，我给小沈带了点东西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进来坐。王姐，我不能收，不是我要送的，小区里几家邻居托我送来的，说是之前信了那老太太的话，背后议论过小许，不好意思当面来。心意我领了，东西你帮我退回去。行，那我先下去。水果你不收，我就放在物业办公室，谁送的谁来拿回去。我也让他们当面看看自己的东西，扫一扫他们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大姨留步。念念，刚才看新闻，那个顾怀安服刑的监狱定了，你姨父那60万借款案也判了，法院把他婚后买的那辆车拍卖了，剩下的债务慢慢执行。他名下也没什么东西了吧？车拍了，存款冻结了，房子是你的，他分不走。你姨父说，剩下的钱能不能追回来不打紧，人进去了就行。大姨，20万装修款加60万借款的利息部分，请律师帮我算好了，这钱先还你。你再说这种话，我生气。你现在把日子过好了，就是还我。终于是新的开始了。小雪，你这地方现在真亮堂。属于我的，一步也不会错。你现在脾气越来越硬。硬点好，防翘。别哭，我好着呢。父亲那块表我送去修过，师傅说机芯老了，修起来不划算，我还是修了。4点27分，早就过去了。妈妈的珍珠项链我没有再戴，我把它们和镯子一起放进银行保险柜，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，告诉爸爸表修好了，告诉妈妈项链和镯子都在，告诉大姨你的念念现在真的很好。这天热的，坐这儿吹吹风。你们都不知道我遭了什么罪。我那个儿媳妇叫许念的，把我跟我儿子全送进去了。我坐了3年牢，1分钱没捞着，房子也让她占了。你们说天底下有这么狠的女人吗？听说了，你收了邵家38万是吧？那是他们自愿给的，我又没拿刀逼他们。我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晴晴？她想在城里站稳脚跟，我当妈的不给她着落，谁给她着落？没想到许念念翻脸不认人，把我跟我儿子全坑了。我这一辈子就是太善良，太信家里人。罗婶儿，你那不叫善良，你那叫拿别人房子当自己家的，还跟人收钱。村里谁不知道你以前天天坐这儿讲别人家的闲话？谁家媳妇儿跟婆婆吵架，你都要插一嘴。
现在轮到自己了，就说儿媳妇害你。你说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我那是为了晴晴。你为了晴晴，就拿许念的房子做人情，那又不是你的房，人家爹妈留给他的，你凭什么拿去给你闺女当陪嫁？你们懂什么？她嫁进顾家，房子就是顾家的，我养了她3年。你别跟我扯这个，你儿子改人家密码，你美女睡人家床，你拿人家大姨的钱装修，还说是你出的，你收邵家38万，你还有理了？哦，对，你儿子是不是不行来着？生不出孩子来，还怪女方。哎，真是气死了。罗婶儿，你还欠我3包瓜子和1瓶茶的钱，去年你赊的，说家里拆迁款下来就还，还吗？你们一个个都欺负我，我坐了3年牢还不够吗？你们还要我怎样？又去村口了，又被人怼回来了。晚上吃馒头，钱不够，将就吧。馒头，我都吃了3天馒头了。你出来之前怎么跟我说的？说你有路子，说你能找人借钱，说你以前那些老姐妹能帮衬，帮衬到哪儿去了？你冲我吼什么？要不是你装怀孕被抓，邵家能追着你要钱？我装怀孕那是你教我的。你说先装怀孕拖时间，说他一听孩子就心软，这主意谁出的？你出的。现在翻车了，你怪我不会演。我让你装怀孕，我没让你去典当你嫂子的东西，你把我教你的退路全堵死了。顾晴，利息这个月又到期了，你跟你妈商量好了没有？判罚6万，你们判分34个月还，这个月利息已经拖10天了，再不还我申请强制情。你有完没完？每个月来3次，我说了没钱就是没钱，你去找我妈。你们母女俩慢慢掰扯，下周1之前把利息打过来，不然我就申请强制执行。你们这房子虽然破，也能拍几个钱。你疯了吗？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把麻烦往我身上推。我养你不如养头猪。真热闹啊，又打起来了。看着吧，以后少不了呢。顾晴力气大，早晚先把他妈打死。说起这个，他家大小子叫淮安的也出狱了吧？念念，我出来了，我给你发了邮件，你没回，我就在这儿等了3个小时。我知道你下班走这个门。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这几年在里面，我想了很多，想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想我那天在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些话，想我妈和晴晴怎么对你的。我知道说对不起没用，但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，房子钱我都不要，判决我认。我就是想问，我们还能不能哪怕只是坐下来喝杯茶，像2个认识的人一样？顾淮安，你不是觉得对不起我，你是出来了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了，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。哦对，大家都知道是你生不出来，你名声和所谓男人的尊严也没了。你妈在村里待不下去，你妹被追债追得连门都不敢出，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来说对不起了。
你好，我表姐把我外婆的房子过户了，现在带她男朋友住进去，我外婆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。她报警，警察说家庭纠纷不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您能帮帮我吗？把地址发给我，先换锁，再报警，随后申请立案回居，然后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查产权状态，调取过户档案。如果有伪造签名的痕迹，告的不是家庭纠纷，是伪造文件和侵占。最后记住一件事，你的家门从里面开，谁能进来，你说了算。